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zz， 目前在区块链产业工作，也一直在持续关注着币圈和 Web 3.0的动向。想要一起学习 Web 3.0，喜欢相关内容的话，请订阅我频道 Jazz Web3， 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获得通知。上部影片跟大家聊了一下以太坊的基本概念，有不太清楚的可以点击资讯卡回去复习一下。今天是想要跟大家一起走一趟简洁的开发之旅。让大家知道区块链技术上的整体架构以及可能会使用到的工具。我相信，不管你是基于什么角度想要了解 Web 3.0， 这部影片绝对都是有帮助的。这部影片总共分为4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入口工具的介绍，我会提到最基础的钱包软体 MetaMask 以及区块链浏览器 Etherscan。第二部分会讲到 Web 3.0 的整体技术架构。Web 3.0 的架构非常复杂，但不要怕，我会从最基础的架构开始，逐步的分析以及演进。遇到困难问题时，我们可以尝试把复杂问题拆解成多个小问题，各自解决后再拼回原样，就可以得到最终的解答。第3部分会讲到开发智能合约或是 DApp 专案时会用到的程式语言以及开发框架，会挑几个出来实作给大家看，让大家对这个部分更有感觉。而最后一个部分会简短的提一下什么是预言机，我们为什么要用预言机，也会 demo 给大家看。说到入口工具，首先要提的当然是 Web 3.0 的入口 MetaMask。有了 MetaMask， 基本上你就可以徜徉在 Web 3.0 中 70-80% 的网站。它本质上就是一个钱包软体，里面会记录着你的以太坊资产。除了以太币以外，任何符合 ERC20 代币标准的 token 都会在这边看到。例如我这张图就是代表了我持有以太币 ETH 以及 Link 10颗 Link 是后面会提到的预言机会用到的 token， 它符合 ERC20 的代币标准。然后上面的 Ringsby 网络设定测试网络，代表的是我目前的网络设定是在测试网络，而不是以太坊主网。你在 MetaMask 中可以自由的切换不同的网路，不同的网路中虽然地址是一样的，但是资产是完全独立计算的，互不相干扰。所以我这边的资产都是测试网路的资产，他们不能真正的拿到主网上面做使用。接下来实际操作给大家看一下。首先来简单操作一下如何使用 MetaMask 来登入 Web 3.0 中的网站。首先，假设你是使用电脑的话，你必须要浏览器装你的插件。像大家看一下，我这边已经装好了。然后，如果你是使用手机的话，你必须要安装 MetaMask 的 App。安装好了之后，来 OpenSea 这边看一下，这个网站叫 OpenSea。OpenSea 是当今最大的 NFT 交易平台。这网站主要功能就是购买或者是贩卖 NFT。然后，假设我要登录 OpenSea 的话，我点右上角的 Account。它这边会要求说 Connect your wallet， 你可以选一个 wallet 来登录，然后我们选 MetaMask。选了之后呢 ，OpenSea 就可以自动的去解析出我这个地址总共持有了哪些 NFT， 这4个是我这个地址 NFT 哈。然后接着你可以去做，假设你要做一些贩卖，或者是做一些 transfer 的动作。然后另外你可以去首页这边挑一些你喜欢的 NFT 来做购买。接下来第二个网站叫做 Uniswap。Uniswap 是现在交易量最大的去中心化交易所。什么是去中心化交易所呢？它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资产呢是由这个钱包来控制，就是你自己的 MetaMask 的钱包，你是有自主权的。然后一切的交易是智能合约去驱动的。大家来看一下，我这边的这边的地址显示是6740，跟我 MetaMask 的地址是一样的，末世码6740。然后我这边有 0.0044 颗以太币。然后这个网站它其实它的功能很简单，它主要就是让你去做一些 swap 的动作。假设我这边输入 0.004， 它是代表是说呢，我要把我自己的 0.004 颗以太币换什么币呢？换一个币叫 One Inch， 它可以换得 7.99 颗 One Inch， 然后你再点 swap， 它就会完成交易了。接下来第二个网站跟大家来看一下 Etherscan 区块链浏览器。假设你想要看一下你的 MetaMask 地址最近发生了哪些交易、哪些状况，你可以来这个网站上面看。左边这边
lattice blocks 有列出了最近产生哪些区块，而右边的 lattice transactions 列出了最近产生哪些交易。然后这些交易都可以点这个 hash 进去看一些详细的状况。这个 block 也是，大家可以看到一下，像这个 block 148242229，它的一些基本的 metadata。然后总共它产生这个区块中有431个交易 transaction。然后我把我的 MetaMask 的地址贴上来这边，就可以看到我总共在以太坊上面做过哪些交易，这边都会列出来。这边还有做一些基本的分类哈，这是总共的交易，然后哪些是内部的交易，然后哪些是 ERC721，这是一个 NFT 的标准 ，NFT 的交易，然后 ERC115这也是 NFT， 这边有帮你做出来，然后还有我现在的资产状况，大家看一下 MetaMask。0.0044颗以太币嘛，对，这边也是一致的。首先来说一下 Web 3.0 的架构与 Web 2.0 的架构是完全不同的。先来说说我们一般所使用的 Web 2.0，以 Twitter 为例，用户可以发表自己的内容，并与他人的内容进行交互。架构我们可能会这样设计：先看一下最右边这个 DB，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资料库。来储存一些基本的数据，例如用户的资料、一些推文、一些标签、一些评论等等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可以不断更新的资料库，去存这所有的资料。接着来看一下后端程式码，后端程式码主要在定义说我们这个服务它的逻辑。我们可能会用 Java 或是 Go 等程式语言和框架来开发。所以我们在这后端会定义了 Twitter 它的业务逻辑，比如说当新用户注册的时候，或者是当用户发布新推文，或者是在其他人的推文上发表一些 comment 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，Twitter 要做什么响应，会在后端逻辑这边定义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前端程式码，我们通常会用 React 或者是 Vue 等框架来开发。前端程式码我们会定义 Twitter 的 UI 逻辑。主要是就比如说 Twitter 它长什么样子啊，它的一些样式啊，或者是用户当用户跟页面上的一些 UI 做交互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反应给用户。所以综合以上所述，当你在 Twitter 上 po 一则推文的时候，你会与它的前端交互，而它的前端会与它的后端去做沟通，而后端再跟资料库做沟通。所有的这些程式码都托管在集中式的一些伺服器上面，然后并且通过浏览器发送给用户。这是一般我们所使用的网站最基本的架构。实际的状况当然复杂很多，例如一些 CDN、Cache、Message Queue、容器化部署等等，不过这些都不在这本部影片的讨论范围。我们只要了解最基本的架构就够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Web 3.0 最基本的架构。前端程式码的部分并没有改变，但是后端和资料库的部分不见了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图。Web 3.0 中，我们并不需要资料库，区块链本身就储存了所有的资料，而后端程式码逻辑也改成了由智能合约 （Smart Contract） 来定义。我们开发好智能合约，并且部署到区块链上面之后，借由前端的呼叫就可以执行相对应的逻辑和功能。而中间这个 Ethereum Virtual Machine， 大家看一下这个以太坊的虚拟机，它可以做什么事呢？它负责编译我们的智能合约，产生 bytecode， 还有一些界面让前端来呼叫。bytecode 它可以部署到区块链上面做实际的储存。而开发智能合约的部分，我们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工具呢？首先，程式码的部分，我们可以使用 Solidity 或是 Viper 来开发智能合约。目前市面上有70%几的智能合约是由 Solidity 所开发的。而 Rust， 我这边也建议大家有时间可以去看一下，学起来。这一两年，随着 Solana 公链的爆火， Rust 的知名度还有应用度也水涨船高。
使用 Rust 可以开发出更安全的智能合约，但是相对来说，上手难度是比 Solidity 高非常多的。而在不久的将来，以太坊 2.0 也会支援使用 Rust 来开发智能合约。有时间可以学起来的话，当做技术储备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而开发框架的部分有 Remixed、Trueful、Hardhat、Foundry、Brownie。第一个 Remixed 是一个 Online IDE， 它使用起来非常的方便，而且简单，而且本地不需要安装任何软体，只要打开浏览器去使用就好了。而 Trueful 和 Hardhat 是现今的主流的开发框架。如果你的去中心化应用或者是智能合约专案未来需要持续拓展的话，可以去使用这样的框架。这样的要选的话，我会推荐 Hardhat， 因为 Hardhat 的社区还有文档非常的齐全还有友善，并且它可以完整的支援整个 JavaScript 前端的生态系。而 Foundry 是一个比较新的框架，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，最近也是越来越火。最后，如果你是 Python 的爱用者的话，我可以推荐官方上面的 Brownie。这部影片的下半部分，我会使用 Remix 加Solidity来实际带大家走一次智能合约的开发流程。讲完了智能合约的部分，大家会不会很好奇，前端程式码是如何获取区块链上的资料，或是跟智能合约交互的呢？智能合约是分散式的储存在以太坊的上面，若要跟它交互，我们必须透过以太坊上其中的某个节点，因为节点才可以把我们的请求转化为交易，发送到以太坊上，让其他的节点来验证，并且打包成区块广播给其他所有的节点同步。有2个方法可以去发送一笔新的交易到以太坊上面。第一个方法是自己创建新的节点，加入到整个以太坊网络，但这需要非常多的硬体资源，还有很多时间，通常会需要几天，因为以太坊上面所有的资料非常的大。这个方法不太符合经济效益。而第2个方法是使用第三方的服务，我们称之为 provider， 例如 Infura 或是 Alchemy 等等的托管节点，这可以帮我们省下非常多的时间和资源。后面的影片会实际 demo Alchemy 是如何使用的。要读区块链上的资料非常简单，如果是使用第三方服务，例如 Alchemy 的话，只要打 API 就好了。Alchemy 帮我们封装了非常多好用的方法。但是如果是要写资料进区块链，改变区块链的资料的话，就要多一个签名的动作。这边我们导入了 Signer， 签名会需要你的私钥。你的 MetaMask 钱包地址里面就会自带私钥。MetaMask 本身，它既是 Signer 也是 Provider， 它背后也是使用 Infura。到目前为止的架构，你开发的 DApp 中的智能合约以及资料都是直接取自于以太坊网络上面，这样做本身并没有问题，但是代价会比较高。而且你的使用者每一次发送交易试图改变以太坊状态的时候，它都会被收取手续费，这对使用者来说是非常不友善的。而且在以太坊上面储存资料是非常昂贵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导入了 IPFS， 我们会将一些比较大的资料储存在 IPFS 中，而智能合约中只存必须的资料。IPFS 本身它也是一种分散式的储存，而且费用相比以太坊非常的低廉，甚至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前端程式码也储存在 IPFS 中，以达到真正的去中心化服务。整个架构演进中，我们最后看一下这张图，总共新增了2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 Graph， 第2个部分是 L2 Scaling Polygon。首先 Graph 是一种协议，我们利用 Graph 可以更方便的读取链上的资料。试想一个状况，假设你有个智能合约已经开发好，并且部署在以太坊上，但是你发现你写的function它的资料需要扩充。那如果没有 Graph 的话，我们要扩充，我们必须要不停的去更改那个智能合约，然后再进行部署。这一来的代价是非常大的。
所以我们可以利用 Graph， 根据我们基本的方法，然后去 mapping 到我们整个服务的逻辑上，它等于是一个中间的一个转换层去使用，非常方便。然后第二个部分是 L2 的 scaling， 现在比较热的方案应该是 Polygon， 它的概念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现在以太坊大家去看一下，现在 gas fee 手续费非常的高，然后交易非常的堵塞，然后效能等于说我们可以另外开一条高速公路，就是它就是我们俗称的侧链，它上面还有点像是一个传统批次的概念，我们在交易在统一在侧链中批次的处理之后，它再同步到以太坊的主网上，这样不但效能快，而且费用也是相对的较低。但是之后以太坊 2.0 假设升级完成，它把它自己的这个缺点补完之后，这些 L2 的解决方案到时候是否还有存活的必要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看。好了，最后这张图就是 Web 3.0 完整的架构图，看起来非常的复杂，但是我们今天是一步一步的拆解，从简到难，一步一步的去看每个部分，所以我相信大家在看完这部影片之后，对整体架构每个部分、每个模组是在干嘛，还有整体的流程应该有初步的认识。而下部影片，我们将会实际来 demo 来做一些简单的 coding， 带大家走一下这个流程，敬请期待。这部影片还是有点长，有点超出我的预期。我会尽量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大家完整的架构以及概念，因为要做的内容真的太多了，我已经非常精力太浓缩了。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Jazz Web3 杰斯，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鼓励。有任何想了解的或是意见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哦。我们之后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